这看上去和很多人小时候放鞭炮没有什么区别，不过这是哈格利博物馆最吸引人的展示项目，就是这位先生点燃的黑乎乎粉末，以及周围一排排石头盖的小房子。经过200年的经营，让杜邦家族从最初到美国的13口人，壮大到如今第7代6000多人。从当年被法国驱逐出境的落魄贵族，到今天位居全美财富第4位的豪族。家族中既有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州长，也有杀人入狱的囚犯。杜邦家族在宾州和特拉华州有很多处对外开放的庄园和宅邸。先带大家看看杜邦第2代的居所，可以说所有故事都是从这里缘起的。杜邦家族的常青树也是从这里生根发芽。这个家族来自法国，皮埃尔·杜邦是钟表匠的孩子，后来成为经济学家和活跃的政治人物，担任过法国国王的经济顾问。他发表的有关国民经济的文章，曾经影响了《国富论》的作者亚当·斯密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，皮埃尔作为法国调停团的成员，参与了英美调停，从而也结识了富兰克林、杰弗逊等美国开国国父。因调解有功，杜邦家族进入了法国贵族的圈子。可惜好景不长，1789年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，杜邦一家成为革命对象，曾2度入狱，最后被上台的政府驱逐出境。皮埃尔决定到新大陆美国试试运气。1799年10月2日，皮埃尔一家13人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帆船。海上遭遇风浪，船只漏水，以致帆船在海上漂泊了13个星期才到达美国，比正常的时间多出了1个月。最后几周，船上的食物缺乏，人们只能吃抓到的老鼠。1800年元旦，海船终于到达了罗德岛纽波特。一上岸，全家看到一个农庄，在一间房子里，桌上摆满了准备好的晚餐，但屋里没人。皮埃尔一家也顾不上许多，抢着享用了这顿接风晚宴。毕竟是法国贵族，吃完后留下1枚金币。事后人们估计，那户农庄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。皮埃尔到达美国后，为美国做了件大事。在他的建议和促成下，1803年，美国买下了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，价格是1英亩4美分，共计1500万美元，相当划算。这让美国的国土面积几乎扩大了1倍。不过，皮埃尔为自家雄心壮志准备的7个发展计划都没有成功。转机来自皮埃尔的小儿子伊雷德·杜邦。伊雷德14岁就写过关于火药制造的文章，并在法国中央火药局跟随现代化学开拓者拉瓦锡学习化学和做火药。到达美国后，在外出打猎时，伊雷德几次扣动扳机都不见动静，因为当时美国生产的火药质量很不好。这让他想到可以做火药生意。得到老杜邦同意后，伊雷德立刻回到法国采买设备。筹备的火药公司发行了18股股票，每股2000美元，共筹得36000美元启动资金。几经寻找，伊雷德看中了特拉华州威明顿白兰地河边一座废弃的纺织厂，并用了6700美元买下了方圆90多英亩的土地，也是本期视频的哈格利博物馆。这里有河流，不但交通便利，还提供动力。河岸的柳树可以烧炭，花岗岩可以提炼硝石和做建筑材料。伊雷德按照法国政府火药厂的规划开始建厂，工厂很注意安全实用。整个工厂并不是一间大厂房，而是分成一座座小房子，房子有3面墙非常厚，临着河边的一面和屋顶很薄，这样一旦出事不会全军覆没，爆炸的气量可以冲向河边而不是厂区。1804年，公司正式开业。公司的第一批订单来自已成为美国总统的托马斯·杰弗逊。总统还建议美国军队也从杜邦公司进货，这也成为杜邦公司和美国政府长期合作的开始。1811年，杜邦公司火药年产量达到了20多万磅，销售额达12万美元。美国内战期间，
杜邦为北方军队提供了400多万桶火药，功不可没。工厂的位置当时很偏僻，相对封闭，因此杜邦家族常常是近亲结婚，而且长期只讲法语。另外的解释是，家族不希望财富因和外界联姻而被稀释。因为造火药的危险性，杜邦对员工非常善待，为工人建造住房，组织联谊活动，以求建立足够的信任。即使非常小心，也会出现事故。杜邦的住宅就建在工厂旁边，房子的墙非常厚，卧室的床都放在房子中间，担心发生意外时挂在墙上的东西被震下来砸到人。1802年建厂到1921年停用期间，共发生过288次爆炸，导致了200多人丧生。1818年3月的一次爆炸中就有34人丧生，消息震动了整滨州。杜邦家族也有人在爆炸中丧生，不过考虑120年的时间跨度，平均下来每年事故死亡率不到2人，也算比较安全了。杜邦对事故中伤亡的工人都提供优厚的抚恤，包括对他们的家人。1921年后，工厂关闭。1957年，工厂和住宅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。博物馆可分为2大区，一是伊雷德建造的乔治亚风格的住宅和花园，这里是杜邦家族在美国的第一个住所，曾经先后居住过5代杜邦家族的人。屋里陈设当时的家具、美国民间艺术品和从法国带来的家居用品。住所外是公司第一个办公室，安装有当时先进的电报机，还有超级安全的保险柜。第2处可以乘原类巴士到河边的火药制造厂，里面有火药制造过程的详细演示。还有一处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加工设备的展示，系统直观地演示了进入工业化时期各种加工设备的样子和流程。哈格利博物馆半天时间的参观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级巨无霸企业是如何诞生的，可以回到没有电力的工业时代。这里也是参观其他杜邦家族庄园最好的起点。知道吧？